经历了10个小时的飞行，叶晨匆忙赶回金陵。此时，金陵何家以及和伊藤家族派来的忍者联手，开始对萧初然离开时的所有线索进行摸排。即便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，在处理这种抽丝剥茧的问题上，依旧很难提高速度。而且，按照苏若离所说，每一条线索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迷宫，沿着走下去，会发现越走越远，越走越乱，越走越混沌。叶晨深知这件事绝非一朝一夕，但也被反馈回来的消息搞得心神不宁。于是，他下飞机之后，便第一时间给林婉儿打去电话，询问林婉儿眼下在哪。此时是周五傍晚7点，林婉儿告诉他，奴家在紫金山庄，公子找奴家有事。叶晨说，有些事情想征求一下林小姐的看法，不知林小姐是否方便？方便。林婉儿声音清脆地说，公子直接过来便是，奴家备好茶水等着公子。叶晨松了口气，让洪武和陈泽凯一同离开，自己则开着陈泽凯手下送来的另一辆车，直奔紫金山庄。抵达紫金山庄时，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。紫金山庄十分安静，邱英山夫妻俩收到老张的告知，便和老张一起紫金山庄门口静候。饶是几人都已经是耄耋之年，但对林婉儿依旧如孩子对待母亲般尊从与恭敬。再加上叶晨对他们也恩重如山，所以他们不敢有任何怠慢。见到叶晨，邱英山上前一步，毕恭毕敬地说，叶先生您来了。叶晨微笑点头，问他们，林小姐呢？邱英山便说，小姐在山顶别院恭候叶先生大驾。一旁的老张也躬身说，叶先生，小姐有命，让我们在下面守着，不得打扰，老奴就不送您上去了。叶晨知道他们对林婉儿根深蒂固的尊敬，便点头说，辛苦几位，我先上去。随后，叶晨迈步登上石阶，来到别院门外。此时别院大门虚掩，闪了近20公分的缝隙，借着缝隙能看到林婉儿正在普茶之母下面端坐烧水沏茶。她正要叩门以示礼貌，院中的林婉儿便说，公子进来便是。叶晨也没再耽搁，推开厚重的木门走了进去。林婉儿此时身穿一袭白色长裙，披着一件白色皮草的披肩，见叶晨进来，立刻起身施礼，奴家忙着烹茶，分不开身，未能远迎，还请公子见谅。叶晨微笑着说，林小姐，我们也算是患难之交，过命的交情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做什么？林婉儿甜美一笑，说，无论如何，礼数总是少不了的。外婆从小教导奴家，哪怕是嫁作人妇，对自己的夫君也同样不可没了礼数，更何况公子是奴家的救命恩人。叶晨无奈摇头苦笑，感叹，你又何尝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？说罢，也没再跟林婉儿客气，直接在她对面坐了下来。坐下之后，叶晨才想起抬头看着头顶枝繁叶茂的茶树，惊叹道，没想到这普茶之母生命力如此顽强，这么冷的天气依旧枝繁叶茂。林婉儿点头笑道，普茶之母当年虽渡劫失败，但如今也是浴火重生的仙品，寻常天气已经不可能影响到它的生长，他只需努力静待下一次渡劫即可。说罢，他将茶杯倒满8成茶水，递给叶晨道，公子尝尝看，与之前是否有所不同？叶晨拿起茶杯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感觉到茶水裹着丝丝灵气进入腹中，不禁感叹道，似乎灵气比之前更浓郁了，只是要达到对修炼有很大帮助的程度，还差很远。林婉儿笑道，公子莫急，3、5年之后，普茶之母便会枝繁叶茂到足以遮蔽这处庭院，到那时，它叶子之中所含的灵气也会更加浓郁，那时候就能真正帮到公子了。说罢，他又宽慰叶晨，对公子来说，3、5年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林婉儿的本意是想说，叶晨的寿命肯定也会长达几百年，若是解开戒指中的奥秘，说不定能长达上千年。在上千年的生命长河里，
3、5年确实不算什么，可是这话听在叶晨耳朵里，却有着别样的感受。3、5年哪里是弹指一挥间？找不到萧初然，自己恐怕度日如年。自己不觊觎普茶之母的灵气，但如果萧初然也要等上3、5年才能找到，自己真不知该如何熬过。林婉儿见叶晨面露愁容，心思细腻聪慧的她立刻就察觉到了几分异常，于是便关切地问：公子是否遇到烦心事了？叶晨点点头，轻叹一声，将萧初然一家3口离开金陵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林婉儿。林婉儿听过之后，先是微微惊讶，随后便想通了什么，便开口道：唐管家这么多年暗中保护公子，可以说是最了解公子的人之一，一旦他开始提防公子，那他一定比其他人做得更好，所以奴家以为这件事并不乐观。叶晨感慨道：我知道不乐观，但还是想尽快找到初然，不知道林小姐能否帮忙分析分析，指点一二，再不济帮我算上一卦也可以。林婉儿见叶晨颓废的样子，多少有些心疼，她从怀中取出9枚铜钱，又将茶桌的半边东西腾干净，随后小心地将9枚铜钱挥洒在茶桌上，接着她皱眉盯着9枚铜钱，满脸疑惑。叶晨忍不住开口追问：林小姐，卦象显示如何？林婉儿蹙着眉说：很奇怪，竟然同时显示生门、死门2种截然不同的卦象。公子既是寻人，那生门、死门分别代表一种是唾手可得，一种是大海捞针。这叶晨听得迷糊，下意识问：林小姐，哪里会有这样的卦象？这不是完全矛盾吗？林婉儿掐指默默心算，越算越是诧异，疑惑地说：卦象显示确实如此，就能否找到叶夫人这件事上来看，卦象是一生一死，也就是说此事有2种一半一半的可能，就是极难找和极易找，而左右这2种可能的因素只在一人身上。叶晨追问：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林婉儿说：生门与死门都在一人掌控之中，此人若开了生门，公子寻找夫人之事便易如反掌；此人若开了死门，公子寻找夫人之事便难如登天。叶晨不禁道：那这说的不就是唐四海和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吗？整件事都由他们掌控。非也，林婉儿解释道：无论是唐管家也好，他的幕后主使也罢，这2人在这卦象之中都属死门，因为就算他们有让公子找到叶夫人的能力，也绝不可能这么做，因为他们如此费尽心思将叶夫人从公子身边带走，不可能自认前功尽弃。这就好似有人遭遇绑架，绑匪就是他的死门，虽然绑匪也有放他一命的能力，但几乎不可能这么做。他的生门要么在警察身上，要么在其他第三方身上，但不可能在绑匪身上。叶晨点点头，恍然大悟道：这就是说，真正能影响生门死门的是除了我以及唐四海他们之外的第三者。林婉儿点头说：是这样。叶晨赶紧问：那是不是李探长？我请他帮我调查这件事，是不是整件事成与不成都取决于他？如果他查探的方向不出错，或者他找到那个关键契机，就能把问题解决。林婉儿犹犹豫豫地说：这个奴家还说不好。有句话他没告诉叶晨，开生门或者开死门，在那人的一念之间，也就是说生门死门皆由此人全权掌控。如果只是让李亚林查案，查对了就开生门，查错了就进死门，那似乎与卦象所显示的内容不同。如果硬要往李亚林身上靠的话，合理的解释是李亚林查出了生门之后，会犹豫是否告诉叶晨，那样的话，他左手生门，右手死门，生死便在他一念之间了。可是果真是这样吗？林婉儿心中不敢确认。